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将进入后手屏风马应对盘头马棋局的最后一个变化。今天的运子技巧，尤其是马炮功夫，堪称一绝。我们快速进入棋局。红方当头炮，黑方上马，红方也上马，抢先挺卒制马，红方出直车。前面两局我们介绍了车一进一起横车的变化，此时黑方也出车。接下来红方进车过河，前来压制，来势汹汹。黑方不理会，走起屏风马的阵型。那么红方在这里抢先中路发起进攻，黑方乘势，接下来上马，典型的盘头马的阵型。将来既有马3进5，还有马7进5。黑方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冲卒。形成两头蛇，提前活通马路。接下来红方车9进1起横车。好了，黑方就不给你任何机会了，进炮打车。当然我们常规的走法也有炮8平9直接给你对，但是红方的话都会选择车2平3前来压制。这个走法的话对黑方子力有一定的牵制。进炮打车呢，使得红方退避3舍。好了，走到这的时候呢，黑方选择飞象，既补后中路的同时，也为车1平4出贴身车让道。红方抢先平车站内，看起来黑方好像不好走了呀。车出不来，我们就得从马炮上面下功夫了。此时炮8进2巡河炮，将来掩护上马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红方该如何应招呢？红方眼看黑方这个炮是个弱点，进车抓炮，感觉还不错，将来还有平车压马。黑方将计就计，进炮，目的打兵打底象。那么现在显然你冲7路兵的话，冲卒过河肯定不合适，他采取了冲兵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黑方眼看这个兵已经冲上来呀，直接吃掉，双方就开始交战了。那么平车一吃，黑方上马踩着车。此时如果说平车压马的话，再次上马，将来这个马呀活蹦乱跳，一路奔袭到前方。同时你平车压马，黑方可以缓一手，平车先照看住，那你这个车啊在这里徒劳无功，反而被陷在这里了。平车抓炮，逃跑的同时抓住黑方的缺陷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现在黑方这个炮何去何从呢？他正好利用黑方如果说打回去，他上马吃掉，这个炮也无处可逃啊。但是这里有一招上马，可以说啊，现在一走反而把这个炮给看住了，同时抓着红方这个马。那红方一看当前局面双车非常的通透，肯定是要化解黑方的攻势，采取直接冲兵，目的很明确，引诱黑方上马吃掉，退车吃掉炮，将来再捉马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黑方走了一步棋，可以说是惊天妙手。棋友们不妨来跟着一起思考一下，换作你是黑方，如何化解红方既有吃马同时又有吃炮的局面呢？一招上马锁定乾坤，正好借助8路炮给2路马掩护，退炮打着车，可以说非常的精妙。那么现在如果说你吃马的话，我这里一打，你再进炮一打，相对而言是一车换2。在这个局面之下，黑方肯定是非常满意的。红方选择调转枪头抓马，现在这个马呀只能硬着头皮交换了。吃完之后呢，他也冲兵准备吃黑方的马，黑方仅此一步，选择上马。接下来红方一看黑方的前马是一个缺陷，退车抓马。比如是再走的话，这里又有点不合适，将来走到这个角落里面容易遭到进攻。与其如此啊，在这里另谋他策，退炮打车。比如说红方如果说退车过来抓马的话也还可以啊，但是回马一踩，踩双车，品车中路回马再踩着兵，
这个马呀活蹦乱跳，即便是你将来把这个马吃掉，黑方没有任何损失，同时夺得了红方2个兵，获得一个相位马，将来子力比较通透，马位非常的好，红方不愿意。所以说在这里打车的时候呢，红方干脆果断冲兵，车吃着马，车吃着炮，黑方只好选择平炮，白起当头炮，红方选择乘势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里又要吃马呀，实际上黑方这样走的话，也是一个巧妙的借子过河，平炮翻过来看住前方马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实际上还是很容易被红方拿捏的。此时红方一招退车抓马，同时车吃着炮出着双，反正现在黑方得了一个子，你吃回去又无妨。但是黑方也不甘心呢，接下来黑方又走了一个妙手，棋友们不妨再次跟着一起来看一看，也是我们在常规残局当中非常值得借鉴。可能我们会想着冲组吃掉兵，先保一个再说，但是一旦吃完之后，将来这个前马呀还是容易遭到进攻。一招平车，可以说强行过来跟你交换，如果说你吃掉的话，我正好退士或者说出将，那化解你的攻势，同时我在这里是多子啊，你吃炮我吃车，你吃马的话，我进车底线就是个杀。我们稍作演示，如果一吃，典型的车马炮3子，形成铁门栓钓鱼马杀法。那不能吃这个车，又得让开，一让开的话同样是杀，红方采取平兵，先保一手，黑方直接吃掉。那吃完之后呢，很明显你这个车是有攻势的，交换吃掉，回马吃掉车，这时候平车吃掉炮。好了，经过一番交换，红方得回失子，但是黑方在这里还是非常有力度的，主要是可以进炮打象。一打完之后呢，形成一个底线的攻势，突破了红方的底线。那红方现在眼见也没有什么好的可走，现在平车抓马，2个马你都抓不到，干脆先夺得实惠，吃掉小卒。黑方进车，这步棋啊深入兵临线，可以说非常的精妙。第一，红方的马上不来，无论你走到中路还是走到哪里，都是有上马吃掉跟你交换。第二，将来可以左车右调，实行一个火力集结。现在红方一看，黑方目前来说前方的马和炮会形成一定的攻势，选择一个乘势，迫使黑方退马。那么在这里棋局又发生了非常精妙的变化，黑方干脆果断，这个马也不要了，直接甩炮，同时是这里叫杀。因为一旦上马一将军的话，一起来进车一点就是个杀棋，红方仅此一步，平炮打掉马。好了，先弃后取，接下来借助这一手抓炮运子技巧，通过2步把这个车已经运到它比较空虚的地方，同时形成车马炮3子组合。那么现在也没办法，这个炮又让不开，眼睁睁的要被看吃掉，选择回马。现在是吃不到你这个炮啊，但是能吃这个炮。那现在这个炮怎么走呢？只能白白让给你吃。比如说逃一步的话，进车一将，退马挡的话，平车一砍，将军带吃炮，吃完之后还抓炮，肯定是不划算。如果说直接退炮的话，平车一砍的话，绝杀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只好选择把这个炮先逃一步，将来平炮架上当头炮。黑方先吃掉，吃完之后这里是带着杀气的，进车一点的话，要么丢马，要么丢炮。红方赶紧把马跳起来，也是免除了窝心马之患。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现在很明显前方单车炮是不能够成杀的，必须得把后方的力量用上。
那么感觉有马四进3，还有马四进2，当然也有马四进6，到底哪一个合适呢？首先这里是排除的，因为这里平车一拉，将来这个走法就非常的难受。当然如果说走马四进3也未尝不可，那这样的话就稍微有点缓和，但是棋局给出的走法是带着步子走的，上马踩着车，同时要往前方奔。那现在而且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压住了红方这个马，将来退车抓马，这样的话红方是招架不住，他选择了退车回来防守，逃跑的同时将来形成一定的防护。好了，走到这里时候呢，我们来看看黑方再次上马，这步棋就非常的凶狠了。一旦挂角的话，帅位不安，再配合车炮的话，很容易沉杀。当然他这个马好在不能够让黑方跳马卧槽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无可奈何之下选择了一个退车防守，因为现在也不能成事啊，进车一点的话将来容易抽子，但是这步棋一走的话，被黑方抓住机会，快速利用，来一个退炮，形成一个牵制，目的进车一将军的话，闪击抽这个车，一招锁定胜局。我们来看看这个车现在在这里还立不稳，只能选择闪开。现在退士的话也不行，车容易被丢，只好把车走开。这里无论他车走到哪里，已经杀招已至。因为这里跳马一将军，如果说出来的话，进车杀棋，只能帅5进1，此时一招进车同样杀棋，车马炮形成了两翼双重进攻，遥互相应，是我们组合杀法的精髓妙用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的棋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盘头马以及屏风马的双方对弈就为大家精彩拉下序幕了。棋友们有好的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点赞，多多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各位了。